我身后就是被称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。它们虽然是陶制的俑，但却和真人一般大小。它们曾经鲜衣怒马，却生活在地下世界，被黑暗吞噬了2200多年。直到1974年的一束光将它们照亮，惊艳了世人。它们就如同复活的军团一般，忠诚地守护着秦陵。秦兵马俑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雄壮威武的军阵，更多的是2000多年前古人的生活实况。他们个性鲜明，制作精美，雕塑细腻，并且还因关节军种的不同而身着不同的军服和官帽，甚至连面型、胡须、发髻和带扣都有许多的变化，让我们看到了千人千面，没有雷同，如同真实的大秦军阵。所以当你来到秦兵马俑，面对着数千秦俑，庞大的气势、壮观的场面和栩栩如生的形象，你一定会有一种被深深震撼的感觉。那这里是秦兵马俑的1号坑，它东西长230米，南北宽62米，是一个总面积14260平方米的长方形俑坑。在秦兵马俑1号坑内，有数千件与真人真马大小相同的兵马俑，他们是守卫秦陵的强大军团，更是大秦虎狼之师的化身。他们井然有序地站在俑坑中，排列出战车与步兵联合组成的长方形军阵。军阵分前锋、主体、侧翼、后卫4个部分。前锋由3列手持弓弩的轻装步兵俑组成，是前锋部队。前锋之后为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的纵队，这是军队的主体，士兵大多手持戈矛、剑戟等兵器。而在军队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面向外的步兵俑横队，这是军队的两翼，以防敌人从侧面袭击。在军阵的最后端有面向后方的一列步兵俑横队，这是军队的后卫，防止敌人从后面袭击。秦国的崛起称霸离不开每一位大秦锐士的英勇无畏，以及他们手中先进锋利的兵器，当然也离不开眼前这种严密坚固的军阵布局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秦兵马俑2号坑，那整齐排列的骑兵阵4匹马一排，骑兵站在马的左前方，身姿挺拔，威风凛凛。那这个骑兵阵的存在，说明了骑兵在当时已经是一个装备整齐的独立兵种。那我身后的是兵马俑3号坑，它就比较小了，大概只有500多平方米。那其中呢，有车马房和长廊、厢房以及悬挂帷幕的设施。车马房内有一辆4人乘坐的4乘车，南厢房有64个，应该是作为仪仗卫队手执铜书的武士俑。所以3号坑判断是1号坑、2号坑的指挥机关所在。这3个俑坑可以说是职能分明。那有意思的是，与1、2、3号坑同时出土的这个4号坑却是另一番景象。当考古专家满心期待地挖开4号坑时，却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文物。我们发现4号坑的面积仅次于2号坑，要比3号坑大上不少。如果说1号坑代表了秦军的带甲100万，2号坑代表了秦军的车千乘，那么4号坑很大的可能是要展示出一个大规模的骑兵俑战阵，也就是骑万匹。根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秦军分为3军，应该就是对应着1号坑的带甲100万，2号坑的车千乘和4号坑的骑万匹。那这4个俑坑展现出来的兵马俑，就是秦代军队的一个缩影。俑坑内兵马俑的布阵，也就是展现当时秦军的作战方式和方法。那么4号坑为什么会空无一物呢？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秘密吗？那有专家推断，4号坑很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工程的被迫中断，而停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秦末农民起义有关。我们知道秦始皇陵修建于秦王政元年，直到秦22年，因为秦末农民起义的爆发才匆匆完工。所以很有可能是当时爆发了农民起义，而秦国兵源损耗严重，只能从修建秦始皇帝陵的囚徒中选派将士送到前线进行战争，这才导致了4号坑的停工。然而，仅是秦兵马俑的1、2、3号坑占地面积就达到了2万多平方米，呈品字形排列，形成一个庞大的军事阵容。这3个俑坑全部发掘后，可出土陶俑7000多件，陶马数百件，木质战车100余乘。这些陶俑、陶马和战车都和真人真马一样大小。
陶俑身高在1.75米到1.95米之间，陶马高1.5米，身长2米左右，雕塑手法写实逼真。那出土的木质战车虽然已经损毁了，但是痕迹依稀可见，是实际战车的再现。秦兵马俑宏大的场面、壮观的阵列、实用的兵器以及精良的雕塑艺术，为世界所独有，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。因此呢，秦兵马俑又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。秦兵马俑模拟军阵的宏大构图，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它把2000多年前秦军布阵的编列情况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，使人自然地想起秦军叱咤风云、统一华夏的伟大功业。在构图的处理上，它没有塑造秦军与敌人英勇格斗的场面，也不是一般常见的车马仪仗出行的浩荡阵势，而是捕捉了严阵以待这个深远的意境。将近8000个手持实战武器的大秦锐士肃然伫立，斗志昂扬。战车前的4马椅架跃跃欲试，骑士身旁的战马奋宗昂首，骑兵一手牵缰，一手提弓，随时准备飞身上马迎战。那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震撼，仿佛只要一声令下，这千军万马就将若决击水于千仞之祸。这种气势所产生的艺术效果，反而胜过了与敌直接厮杀格斗的场面，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。截止2017年，在秦兵马俑坑内还出土了9尊级别最高的将军俑，又叫高级铠甲军力俑。比如这件修复好的将军俑，它头戴荷冠，外罩鱼鳞甲，身着齐膝的双重长襦，下面穿着长裤，脚上穿着方口履，就如同真人一样，可以说是栩栩如生。那它头戴的是双卷尾荷冠，荷是什么呀？是一种勇猛善战的鸟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讲到：“何者勇志也，其斗时一死乃至。”就是说，这种鸟非常勇猛，打架的时候一定要斗到一方倒下为止。所以，大秦的将军为了表明自己奋不顾身、英勇战斗的精神，就佩戴这种代表勇猛善战的荷冠。我们发现这尊将军俑身穿的铠甲它的甲片小，制作精致。一般来说是褐黑色的甲片配上朱红色的连甲带。而甲衣周围的花边还要在白色的底儿上绘着绚丽的几何图案。那在它的前胸后背以及双肩的位置，共装饰有8朵彩色花结，华丽多彩，衬托它的等级身份以及在军中的威严。他的身份应该是秦代的都尉和郡尉级的武官。那在秦兵马俑中不但发现了众多栩栩如生的秦俑，还出土了许多实战的青铜兵器。这些青铜兵器虽然埋在地下2000多年，出土后发现剑、足、戈、对、书等兵器的表面依然光洁锃亮，颜色清辉，寒光闪闪。那么经过检测，竟然发现在兵器的表面还有一层含铬盐氧化物的氧化层。这层氧化物对兵器起着良好的防锈作用，从而使2000多年前的兵器光亮如新，锋利无比。在兵马俑的1号坑曾经出土了一柄青铜剑，发掘时这柄剑是被压在陶俑的身下的，所以剑身被压弯了。但是当考古工作者轻轻移开陶俑的碎片后，这柄青铜剑竟然奇迹般的反弹恢复平直。由此可见青铜剑具有良好的柔韧性，经过激光显微光谱、X 光、电子探针以及化学分析检验，青铜剑如此刚柔并济，是因为其中铜占76.3%，锡占21.38%，铅元素占2.18%，另外还有其他微量的稀有金属，可以说配比非常科学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冷兵器时代的古代战场上，兵器是1寸长1寸强，1寸短1寸险，所以秦国为了提高剑的杀伤力，就要提高剑身的长度，而这对工艺的要求是相当高的，否则就会非常容易折断。而秦国的铸剑工匠创造了新工艺，把剑身的长度提高到81到94.8厘米，显示了大秦工匠的聪明才智，也为大秦的一统天下创造了技术保障。大秦不仅仅是武器铸造工艺先进，在对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兵器的研究中，我们惊讶地发现，早在2000多年前秦人就已经使用了标准化的工艺。所谓标准化，主要就是2点：系列化和互换性，
也就是说，产品应该有系列，同一系列的相同部件呢能够互换。考古人员通过对秦俑坑中兵器的实测结果，发现数百件弩机的部件完全可以互相通用。那经过测量发现，弩机的轮廓误差不超过1毫米。那这种高标准的规格对金属加工工艺有很高的要求，如果没有一定的机械辅助，仅凭双手是达不到的。我们在张艺谋拍的电影《英雄》里看到，大秦用的秦弩必须用脚蹬，借助全身的力气呢才能够上弦。这种秦弩的射程能够达到300米，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。秦弩的杀伤力远高于当时的任何一种弓箭。比如在公元前214年，秦军发动了对匈奴的作战，仅仅1年的时间，30万匈奴骑兵就被彻底击溃，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重新回归秦国。对马背上的匈奴骑兵而言，秦弩是最致命的武器。而秦军使用的弩机，由于制作的十分标准，它的任何部件坏了可以立即更换，这样就提高了战斗效率，降低了武器的成本。今天我们来到秦兵马俑博物馆，那这一集的讲述呢，只是为我们了解大秦拉开了冰山的一角。深入了解，你会发现还有许许多多让世人惊叹的考古发现。比如秦兵马俑到底是如何烧制的？秦俑的胡须和发辫包含了哪些当时的时尚元素啊？秦始皇的銮驾、铜车马是怎样的风采？你还可以通过秦兵马俑的披甲率来看2000多年前大秦的武器装备情况，真的太多了，也太震撼了，一集讲不完。那如果大家喜欢，可以告诉我，我会陆续分成几期讲给大家。当然呢，你也可以把你想听或者想了解的内容呢，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争取安排相应的作品为大家详细讲解。